归鸾未播先被叫逐玉2.0，张凌赫又演乱世枭雄，这次真的只是换汤不换药吗？如果一部电视剧还没有正式播出，就已经被网友贴上了某某2.0的标签，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一种危险的预警？最近，张凌赫和林允主演的新古装剧《归鸾》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首支预告上线之后，网络讨论迅速升温。很多观众第一眼看完预告，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竟然不是张凌赫和林允好有 CP 感，也不是这部剧什么时候定档，而是4个字：逐玉2.0。甚至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直接发问：归鸾到底是不是逐玉的2.0版本？为什么一部还没有播出的剧会提前被拿来和逐玉比较？更关键的是，张凌赫这一次到底是在重复自己，还是终于找到了最适合他的古装赛道？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归鸾为什么还没开播就已经争议不断。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归鸾和逐玉之间确实存在一种非常明显的熟悉感。归鸾改编自团子来袭的同名小说，由张凌赫和林允领衔主演。官方首发预告在2026年6月24日释出，作品定位本身就是古装权谋与情感纠葛，而预告给观众最直接的视觉感受就是2个字：乱世。风雪、刀光、权力、对峙，还有男女主之间那种明明彼此靠近，却又不断互相试探的关系。官方发布的预告文案也非常有意思。曾经他们可以在寒途中并肩而行，后来却要以利刃相对。这意味着归鸾的核心并不是单纯谈一场甜甜的古装恋爱，而是把爱情放进权力、战争和命运里面。而这恰恰就是观众为什么会想到逐玉的原因，因为逐玉同样拥有强烈的乱世感和权谋氛围，同样是时代动荡，同样不是简单的男女情爱，同样需要男女主角在巨大的环境压力中成长。再加上张凌赫本身刚刚凭借古装权谋类型作品积累了非常强的观众印象，于是当归鸾的预告出现之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自然就是怎么又是这个感觉？但是问题来了，像逐玉真的就代表归鸾是逐玉2.0吗？答案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如果我们把2个角色真正拆开来看，就会发现张凌赫这一次的萧丽和此前的角色其实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归鸾里的萧丽并不是一个从一开始就站在高处的人，这个角色最大的看点就是逆袭。他从底层一路走出来，在乱世之中靠自己的力量杀出一条路，最后成长为拥有巨大权力的枭雄。公开剧情介绍显示，萧丽最初是雍州东市的市井人物，后来帮助温瑜，并在权力与战争中一步步崛起，最终成为割据一方的魏王。所以这个人物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并不是他有多帅，而是他怎么从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变成一个可以决定无数人生死的权力人物。这就和传统古偶男主产生了明显区别。以前我们看到张凌赫的古装角色，很容易联想到清冷、贵气、克制、少年感，但这一次萧丽更像是一头在乱世里慢慢被磨出来的野兽。他不是生来就拥有一切，他必须抢，必须争，必须忍，甚至必须学会在感情和权力之间做出选择。这也是张凌赫这一次最大的挑战。因为观众喜欢一个演员，并不意味着永远只想看他重复最成功的角色。真正能够让观众继续买账的，是让大家看到同一个演员身上不同的一面。而归鸾目前最值得期待的地方，恰恰就是这一点。张凌赫到底能不能把一个真正从底层爬上来的乱世枭雄演出层次感？如果只是把以前的清冷男主换一套服装，再加一点狠厉眼神，那么观众很快就会产生审美疲劳。但如果他能够把萧丽的野心、欲望、狠劲以及内心残留的情感全部演出来，那么这个角色反而可能成为他古装角色中的一次重要突破。更有意思的是，这一次他的搭档是林允。林允饰演的温瑜也不是一个只负责谈恋爱的传统女主，她的身份和经历同样充满了巨大反差。从贵女到落魄，从拥有一切到失去一切，再到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这样的角色决定了他和萧丽之间不会是一段简单的霸道王爷爱上小娇妻，他们更像是2个在乱世中各自挣扎的人。
一个从底层往上爬，一个从高处跌落之后重新寻找力量，一个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想要改变整个局势。所以他们之间最吸引人的地方，也许根本不是甜，而是势均力敌。你会发现，这类故事最大的爽点，往往不是男主保护女主，而是两个人都可以保护自己。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必须互相利用、互相试探，然后又在一次次危机中重新选择站在对方身边。这才是所谓的双强。也是为什么归鸾的预告出现之后，很多观众开始期待张凌赫和李允之间到底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但话说回来，为什么网友还是不断喊他竹玉 2.0？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那就是视觉风格、冷色调、雪景、压迫感、战争、权谋，男女主角在风雪之中彼此凝视，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本身就非常容易让观众产生既视感。尤其是当一个演员刚刚在类似题材中留下鲜明印象的时候，这种既视感会被进一步放大。换句话说，可能不是归鸾真的像竹玉，而是张凌赫已经和这种乱世权谋男主产生了非常强的绑定。这就像一个演员连续出演校园剧，观众看到他穿校服就会自动想到青春剧。张凌赫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在形成类似的标签，看到他站在雪地里，看到他拿刀，看到他沉着脸，看到他和女主角在权力斗争中彼此拉扯，观众的大脑就会自动启动。张凌赫，古装、权谋、乱世、竹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归鸾被叫竹玉 2.0， 其实既是压力也是红利。压力在于，如果剧情和人物最终没有明显突破，观众很可能会认为它只是重复成功模式。但红利也非常明显，因为竹玉留下的观众基础可以让大家对张凌赫的新古装作品产生天然期待。这也是为什么归鸾还没有正式播出，就已经拥有很高的讨论度。事实上，归鸾首支预告发布之后，相关话题很快引发大量讨论，官方物料也持续更新。公开信息显示，该剧已经完成拍摄并开启预约，但具体播出时间仍待官方进一步确认。也就是说，现在真正决定归鸾未来口碑的还不是预告，而是正片。因为预告可以制造氛围，可以把最精彩的几个镜头剪出来，可以让张凌赫看起来非常有压迫感，也可以让李允的造型看起来非常惊艳。但是，一部真正的权谋剧，最终还是要回到故事本身。人物有没有逻辑？权谋有没有水平？感情线有没有递进？男女主角是不是因为剧情需要才突然爱上彼此？还是他们真的在一次次事件中建立起信任？这些问题才是归鸾真正需要回答的。尤其是张凌赫，这一次他最大的对手也许并不是林允，而是观众对他的既有印象。因为当一个演员某种类型演得成功之后，观众会越来越期待他，但同时也会越来越挑剔。你可以继续演古装，但不能只是重复同一个人。你可以继续演权谋，但必须让大家看到新的东西。所以，归鸾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到底会成为张凌赫又一部成功的乱世权谋剧，还是会因为和竹玉气质太像而被观众吐槽成换皮版？现在还没有答案。而这恰恰也是这部剧最让人期待的地方。因为有时候，一部剧最好的宣传不是疯狂告诉观众它有多好，而是让观众开始争论，到底像不像？到底是不是 2.0？ 到底能不能超越上一部？当网友开始争论的时候，话题就已经形成了。而归鸾现在显然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更何况，这一次张凌赫和李允的组合本身就拥有很强的新鲜感。一个是已经在古装权谋赛道里不断积累存在感的男演员，一个则需要通过温瑜这个角色展现出更加成熟、更加锋利的一面。如果两个人能够真正把这种乱世双强的感觉演出来，那么归鸾或许根本不需要成为竹玉 2.0， 他完全可以成为归鸾自己。所以，与其现在急着给他贴标签，不如等他真正播出之后再看。因为真正决定一部剧能不能赢的，从来不是预告片有多像上一部爆款，而是当观众看完第